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以前这个频道做过很多关于自由的视频，所以我常常会被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今天我想从反面来谈谈，为什么有些时候自由必须被约束，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上刻着醒目的格言说 Freedom is not free， 也就是自由有代价。那么自由的代价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经常被很多人故意混淆是非，借着自由的名义来打击自由。今天老刘会尝试从4个不同的层次来把自由的边界和自由的代价说清楚。首先，第一个层次，自由最基本的边界源于自由的定义，那就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够侵犯别人的基本人权。自由止于人权，基本人权就是自由最基本的边界。在一个文明社会，言论和行为有着严格的界限。一般而言，我们对行为自由的宽容度会比较少，原则就是要使每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行为自由时，不可伤害到别人。而相比来说，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度就会多得多。这是因为行为可能会有伤害别人的后果，而言论除非是直接的威胁和挑衅，一般不会有严重的直接伤害。所以自由社会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言论自由，而行为上则往往没有那么自由。在一个自由文明的社会，人们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但是没有借游行之名搞打砸抢的自由。要知道，游行示威的本意是表达民意，是宣传自己的理念，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从而影响掌权者的政策。在一个注重民意的民主社会，这样的游行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游行示威的目的搞成是通过制造危机来胁迫掌权者，则往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已经不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要闹革命的问题。还有，我们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时，也不能侵犯别人的言论自由。比如，如果有别人发表你非常反感的言论，正确的反抗方法是表达你自己的言论，而不是去破坏别人的言论。别人在示威，你可以组织反示威，但是如果你去破坏别人的示威活动，毁坏别人的标语，就过界了。这是自由在第一个层次的边界，要注意言论与行为的区别，行为以不可伤害别人的人权为边界。那么，是不是只要还没有具体的伤害行为，一个人就一定可以自由行事呢？不是这样的。自由边界的第二个层次源于自由与垄断的关系。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时间一长，就难免会出现权力垄断的现象。这里说的垄断，包括政治权力的垄断，也包括经济权力的垄断。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一旦出现权力垄断，它就必然会威胁普通人的自由。如果不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力拥有过多的自由，它就必然会作恶。简单的说，就是权力越自由，人民就越不自由。为了防止出现权力垄断的情况，就必须要对掌权者的权力自由进行限制或制约，防止权力失控。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在政治上要搞小政府，搞三权分立，在经济上要支持中小企业，还要分拆那些垄断市场的巨型公司的原因。在一个自由社会，往往是权力越大的政府官员或公正人物，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自由反而会越小。从思想理念方面来说，如果一个人有着做人上人的理想，有着大一统的情怀，有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宏大目标，想想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付诸行动，在一个尊重自由的社会，就必然会受到种种制约。自由边界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为了防止权力垄断的出现，权力的自由必须得到约束。自由边界的第三个层次源于自由与安全的关系。为了保证自由社会的安全，我们也必须要放弃一些自由。
自由是脆弱的，在个人层面而言，自由敌不过野蛮，有底线的人斗不过没有底线的人，所以自由往往只能在一个文明社会的边界内实现。在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人们自然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甚至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在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人民所能享受的自由就必然会降低。比如人们可能就必须要装起防盗门、防盗窗，要牺牲一些自由才能够得到安全。所以在各国文明程度不同时，尤其是在普世价值还没有在各国被同等尊重时，各国通常要用签证检验外来人员来维护本国的文明秩序，而文明国家之间则往往可以互免签证。而对那些侵害自由社会安全的人，就必须限制他们的自由，阻止他们以自由之名来侵害自由。这就和一个人在受到侵害时有使用对等的暴力进行正当防卫的自由是一样的道理。而惩罚罪犯，防止其重新犯罪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剥夺他们的自由。此外，由于自由本身无法保证自由，自由需要守卫者。军队是最不自由的单位，但一个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有军队的保护，必要时还需要军人牺牲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那些主张缩减政府开支、主张小政府的自由主义右派，往往只在一类政府开支上比较大方，那就是国防。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才能保护自由社会的根基，这是自由的代价。当然有个前提，自由国家的武力是对外不对内。如果对外对文明社会的化外之地也遵循和对内同样的自由标准，往往是行不通的。总结一下，自由边界的第三个层次就是牵涉到自由社会的安全时，自由的边界就必须要收缩。这几天关于 TikTok 的听证会就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这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自由边界的第四个层次源于自由与极端思想的关系。极端思想是反对自由的，为了维护自由的体制，我们必须要对极端思想做出限制。一个不警惕的民主社会很容易会受到极端思想的绑架。风险工程学教授塔勒布在他的《非对称风险》一书中提出，只要满足特定条件，3%的人的偏好也可以演变成整个社会的意志。这些特定条件包括少数人极其较真，而多数其他人看起来似乎不是非常在乎。在这种条件下，那些极其较真的少数人的意志往往可以在违背多数人的意愿的情况下成为整个社会的意志。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饭，如果其中某一个家庭成员极其厌恶拒绝某种食物，其他人虽然大多不同意他，但是看他这么坚决，为了大家还能够在一起吃饭，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全家聚餐时大家都会放弃这种食物。这只是少数人的偏好限制了多数人的自由。类似的，少数人的极端信仰也会绑架整个社会的自由。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即使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也会限制某些公认的极端思想的传播，比如纳粹思想。但是到底什么思想才算是极端思想，需要管控呢？它的传播要到达什么程度才需要管控呢？往往会有争议。这种管控搞不好就会搞成只顾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对于极端思想的管控，第一，要依法行事，走法律程序，就像电影分级制度一样，管控不可随意扩大范围，要有清晰的界限感，不可随意夸大，不可随意把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贴上极端思想的标签。第二，也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依靠大众积极自由的表达来维护自由体制。自由人多表达，极端思想才会暴露出它背离大众的本质。我是老刘，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订阅、转发，谢谢大家。